Hi，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隨住聖誕節後咧，美國市場開市啦，節日嘅氣氛咧係濃厚嘅，大市變動不大喎。總結2024年黃金版咧一齊升咗27%。喺2024年強勁嘅表現之後咧，新嘅一年黃金版會否出現逆轉呢？大家可以睇下大行預測喺2025年黃金嘅目標價。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2.3期嘅金銀週報。美國星期四公佈12月21號當週咧，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為21萬9千人，低於市場預期22萬3千人喎，前值為22萬人。至於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較市場預期為多，截至12月14號當週，美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為191萬人，按週增加3.6萬人，市場預期為180萬人啫。數據進一步支持勞動市場疲弱嘅觀點，因為佢顯示出一致嘅趨勢，而不是一次性嘅波動。諮商局 FedWatch 工具顯示，交易員現在認為下次減息時機有比較大嘅機會咧發生喺明年嘅6月，但仍然約有30% 機率咧係不減息嘅，甚至有18.6% 嘅機率咧係明年全年凍息。隨着聖誕節美國市場開盤，10年公債殖利率升至 4.6% 以上，觸及5個月以嚟咧最高嘅水平。同時美匯指數維持喺108上方。過去一個星期咧，節日氣氛濃厚喎，大市變動不大。美匯指數升0.27，報108.04；道指升126點，報42,992點；標指升36點，報5,970點；納指升149點，報19,722點；黃金跌6美元，報2,617美元；板跌0.13美元，報29.42美元。大家要注意喎，黃金版嘅調整咧尚未結束。跟住咧，我會分析黃金版喺2025年短期嘅走勢。對聯儲局嚟講咧，言語咧勝於行動喎。一如預期，聯儲局降息25個基點，不過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2025年降息次數僅2次，低於9月預期嘅4次喎。呢個顯然咧係強硬嘅，咁市場咧就做出相應嘅反應啦。標指出現多年嚟嘅單日跌幅，道指跌咗1100點，美匯指數觸及2022年11月以嚟最高嘅水平，10年公債殖利率升至5個月以嚟咧最高嘅水平。12月19號金價短暫跌破2600美元，白銀咧就跌至關鍵嘅支持位28.82美元，即係2024年11月14號嘅低點喎。左上圖顯示，白銀自12月12日咧達到33.33美元嘅峰值以嚟咧，星期二白銀正在測試29.75美元嘅關鍵支持位。我哋可能會從嗰度咧得到短暫嘅反彈，特別係考慮到極端嘅超賣嘅讀數。但一旦跌破29.75美元呢，接住落嚟呢就係28至26美元啦。左下圖顯示黃金同白銀處於同一條船喎。上星期呢觸及較低嘅低點，但成功守住2600美元嘅支持位。而白銀嘅底線呢就係29.75美元，黃金嘅底線呢就2542美元啦。如果跌破2542美元呢，接住落嚟呢就係2500美元。黃金喺2024年經歷相當大嘅上漲，今年至今咧已經上漲咗25%。喺呢個2025年呢種嘅升勢會唔會持續呢？或者喺2024年強勁表現之後，新嘅一年金價會出現逆轉？首先請注意3月金價突破2075美元4年嘅阻力位後咧，開始形成一系列嘅反應高點，就藍色嘅箭嘴。4月、5月同埋7月咧，相繼形成一系列3個反應高點，就係藍色嘅箭嘴啦。始終沿着緩慢傾斜上升嘅趨勢，呢種上升嘅趨勢定義咗阻力嘅邊界。接住落嚟咧，請注意金價最終如何咧？從8月上升嘅阻力位紅色圈突破走高，之後在2個不同嘅場合，之前嘅阻力位變成咗支撐位，藍色嘅箭嘴就係啦，從而說明咗經典技術分析嘅原理。
一旦突破阻力位咧，往往會充當支撐位嘅。目前現貨嘅市場支撐位咧就喺$2550。喺技術分析中，請記住，除非另有證據，否則支撐位咧係有效嘅。因此，如果喺2025年初金價出現疲弱嘅話咧，我哋預計黃金買家咧將喺$2550嘅價格出現嘅。請注意，隨着時間嘅推移，呢種支撐嘅趨勢咧正在緩慢咁上升。估計喺2025年第二季初，呢種購買嘅支撐趨勢將出現$2600附近。到2025年第三季初咧，趨勢支撐將出現$2650左右。我哋可以睇到2025年中期，黃金預計將喺關鍵支撐位上方嘅盤整嘅，但低於$2789嘅歷史高點。如果金價要突破歷史嘅高位嘅話咧，將會喺2025年嘅中後期嘅。如果突破$2789咧，到年底金價咧將開始下一波嘅上漲，向$3000高點邁進。仲有3日咧就開始新嘅一年啦。喺呢度咧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如果你睇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給我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你嘅支持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歡迎大家留言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上圖咧係銀行同埋投行預測喺2025年黃金嘅價格。德國商業銀行2025年中咧為$2600，新奧銀行咧2025年底咧係$2900。麥格里銀行估計喺2025年第一季咧係$2600，有機會升至$3000。高盛咧2025年初咧為$2900，瑞銀咧2025年中咧為$2700。美國銀行2025年目標價咧係$3000。摩根大通2025年咧係$2850。花旗銀行咧2025年第一季咧係$2800，跟住6至12個月咧係$3000。各大行估計2025年黃金升幅約4至15%。由於我只找到2間大行對白銀嘅預測，所以有關預測咧將喺下期公佈。2024年咧仲有幾日就結束啦。白銀已經證明咗自己貴金屬中表現係出色嘅。今年年初價格約為每安士$23，10月飆升至近$35，然後喺今年底咧穩定喺$28至$30左右。呢一個驚人嘅走勢令大多數市場嘅預測落空。以下咧係支持白銀喺2025年繼續走高嘅原因。首先就係工業需求再創新高。2024年咧白銀工業需求達到前所未有嘅7億安士。跟住咧太陽能日益增長嘅白銀需求。過去5年嚟咧，白銀喺太陽能板中使用量增加咗1倍以上。預計喺2024年光伏產業咧消耗量為2.32億安士，比2023年增長20%。跟住咧電動車帶動新領域。還記得你好少喺路上睇到電動車嘅時間嘛？現在咧佢哋無所不在啦。每一架車都係一個小而重要嘅銀色故事。每一架現代嘅電動車白銀用量咧高達50克，係傳統汽車所需嘅2倍以上。隨着電動車生產嘅加速，到2025年汽車白銀需求咧將增加至9000萬安士。另外咧就需求嘅因素啦。喺呢個2024年連續第4季出現實物供應嘅短缺。缺口約1.8萬億安士，呢種持續嘅赤字咧，繼續支撐呢個價格，並為2025年咧創造咗睇升嘅局面。綜合分析咧，研究咗供應嘅限制、工業需求預測以及可能影響未來1年價格嘅貨幣因素，估計白銀咧喺2025年將升至$40至$50。特朗普咧喺佢第一個任期裏邊咧，同政治獨立嘅聯儲局關係咧緊張，佢曾考慮咧解僱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隨住聯儲局進入新嘅特朗普時代咧，目前嘅利率係高於第一個任期內任何嘅時間。緊張局勢咧似乎將再次升級㗎啦，而美國央行亦處於高度戒備嘅狀態。鮑威爾表明咧唔會辭職嘅。事實上，央行總裁們咧正在低調行事，以免成為咧眾人矚目嘅焦點。
鮑威爾喺12月議息後表示，2025年將降息次數僅2次，並暗示特朗普上任後計劃向各國加徵關稅。呢個將引發通脹，令失業率上升，聯儲局有機會暫停減息，甚至加息添。但目前仍唔清楚特朗普可能會採取乜嘢措施。至少喺最初嘅階段，特朗普係無法動搖聯儲局嘅領導地位嘅。不過喺呢個星期初馬斯克批評聯儲局人手過多。我相信喺2025年聯儲局同埋特朗普喺財政政策上嘅矛盾單係兩者言語嘅交鋒將影響股市同埋黃金版嘅走勢嘅。綜合報道，馬斯克一再警告，美國政府破產在即，目前美債利息嘅支出已佔政府總收入約23%。若不行動嘅話美元恐一文不值。事緣美債喺11月已突破咗36萬億美元。馬斯克比喻，就像一個人欠咗好多卡數，不會有好結果嘅。美國政府必須減少開支。報道稱，美國聯邦政府不能申請破產重組嘅，國會必會令聯邦政府拖欠債務。技術上嚟講政府係唔會破產嘅。美國政府可能印鈔還債，將令到美元幾乎一文不值㗎啦。大摩全球宏觀團隊近日發表研究報告，該行認為美元對關稅反應可能不大嘅，不太可能受到激進關稅政策嘅影響嘅。但如果美國經濟增長放緩或是聯儲局嘅反應，將成為美元下行嘅風險。美匯指數星期五企穩喺108以上整固。喺特朗普下月就任新一屆美國總統前升勢似乎有餘未盡。不過外媒引述摩根士丹利嘅研究報告，選出2025年10大嘅意外，排第一位就係預計明年美元或大幅貶值，估計明年底美匯指數回落至101水平。好清楚呢個係有利黃金銅板嘅。BCA Research 首席全球策略師 Peter 喺最近報告中表示，喺呢個2025年美國經濟將遭遇衰退，標指將在2025年暴跌32%。Peter 睇跌嘅前景係基於咁樣嘅睇法嘅。聯儲局喺降息方面拖拖拉拉，而且央行只會喺經濟衰退明顯時才會有意識地放鬆呢個金融狀況。截至12月14號當週，持續申領失業救濟金攀升46,000人，達到191萬人。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升至3年嚟最高嘅水平。離職率、招聘率嘅持續下降，表明勞動力市場正在放緩。我估計喺呢種經濟環境下債務炸彈爆破、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㗎啦。我預計黃金版會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版嘅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版亦會升至100美元嘅。不過最後都係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香港嘅朋友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